最强死灵法师在终极对决中发动禁咒，本以为会与百万大军同归于尽，醒来时却发现回到了20年前。这一次，他要用无敌魔导之势拯救家族。荒凉的废墟之上，一双虫靴踩碎枯骨，雷霆撕裂了惨白夜空，无数联军拔出利刃向前冲锋。领头将领怒吼着发起攻击，喝骂对手竟敢使用禁术。整支大军的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彻底铲除怪物罗德。而在杀意滔天的战场中央，罗德低声报出自己的名字，他抬手招来漫天蓝焰，巨大的骷髅巨龙破空降临。世人之所以称他为怪物，原因只有一个。罗德眼中燃起幽蓝火光，他是世上唯一的死灵法师。随着身份正式揭示，无数骷髅军团与亡灵战宠从他身后狂涌而出，讨伐大军与亡灵军队轰然撞在一起。敌方术士齐声怒吼，宣称绝不允许禁忌魔法存在。漫天烈焰化作流星砸向战场，面对铺天盖地的毁灭打击，罗德反而平静地闭上双眼。他要用眼前这支大军测试自己最神秘的禁咒。随着咒语生效，滔天光柱瞬间贯穿整片天地。随着光柱渐渐散去，女仆利亚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提醒少爷该吃早餐了。看着镜子里年轻的面孔，罗德猛然意识到自己竟然回到了20年前。当初他在32岁濒死之际，穿越异界成了最强的死灵法师。如今在那场大战之后，他又重新回到了最初的起点。前世他的亡灵大军无坚不摧，哪怕全大陆联手也奈何不了他。可惜当时禁咒尚未彻底释放，他就被送回了过去。面对焦急催促的女仆利亚，罗德没有发火，反而微笑着向她道歉，并让她先走。这反常的态度让利亚大吃一惊。在她印象里，少爷向来性格懦弱。走在熟悉的走廊里，罗德暗自盘算着现在的处境。他是席罗男爵最小的儿子，也是大家眼里的败家子。前世莫里斯家族彻底走向破灭，亲人们惨死在火海之中。如今重生的他，虽然失去了一身修为，知识与记忆却完好无损。这一次，他要亲手改变毁灭结局。罗德推开门，走进餐厅。主位上的父亲席罗面露严厉，质问他是不是又想找借口逃学。罗德顺势拉开座椅，平静地回应自己绝不会逃课。他保证以后绝不上课偷懒。看着父亲那张严厉的面孔，罗德心里有些想不通，以父亲严苛的性格，家族当初究竟是怎么走向败落的？大哥利奥开口训斥，责备他整天游手好闲。姐姐西弗连忙出面护短，还贴心地给他加了一大块肉。看着眼前温柔的姐姐，罗德想起了前世的惨剧。当年为了挽救衰落的家族，姐姐被迫与戈尔贝家族政治联姻，却被勾结恶魔的对方当成祭品害死。这一世他绝不会让悲剧重演。母亲黛拉走入餐厅，冷冷地质问罗德又在迟到。姐姐西弗赶忙站出来开脱，声称是自己昨晚辅导魔法太晚。黛拉当场喝止了西弗，表示莫里斯家族不养没用的寄生虫，直接给罗德下了最后通牒，如果1周内掌握不了魔法，就把他彻底赶出家门。听到只有1周时间，西弗急得直呼期限实在太短。西弗赶忙拿大哥举例，说连天才的大哥当年也用了1整月。黛拉却警告西弗不要引火烧身，西弗被迫低头认错，罗德却直接应下1周的期限。西弗惊得连忙劝阻，罗德却从容地反问母亲，如果自己1周内做到该怎么算？黛拉表示只要他能做到，可以满足他任何要求。罗德当场提出条件，要求进入家族的英灵陵墓。黛拉虽然有些意外，但还是亲口答应了下来。黛拉根本不信他能成功，嘲讽他一无是处也配肖想陵墓，直接让他准备收拾东西离开。罗德和西弗离开餐厅，来到庭院。西弗急得连声埋怨，要是刚才肯低头认错，也不至于落到被逐出家门的下场。连天才大哥都做不到的事，他怎么可能在1周内学会魔法？西弗按住罗德的肩膀，表示自己私下攒了一大笔钱，足以保证他在外面衣食无忧。说完便急忙跑去取自己的积蓄。看着急匆匆跑开的姐姐，罗德无奈叹气。既然重修一世决定改变命运，罗德自然有自己的打算，要召唤强大的亡灵。家族的英灵陵墓是绝佳选择，上一世他就知道那里睡着传奇强者。不过眼下为了应急，他只能先来到城堡后的森林，寻找可用的材料。很快他在森林深处找到了一具猎地者首领的骸骨。检查完体内的魔力，发现这具身体目前有些孱弱，仅仅处于见习水平。前世他是远超传奇的亡灵君主，虽然现在魔力受限，只能召唤一只，但这具猎地者生前相当于初阶大魔导士，用来向母亲交差已经绰绰有余。罗德随即催动魔力，发动召唤术，命令仆从从永眠中苏醒，向自己臣服。巨大的怪物骸骨瞬间破土而出，咆哮着重新降临世间，庞大的身躯拔地而起。在巨大的怪物面前，罗德显得格外渺小。然而刚被复活的猎地者不仅没有攻击，反而恭敬地俯下身子，向眼前年轻的主人低头称臣。作为掌控生死的死灵法师，罗德不仅能随意召唤亡灵，更能直接继承仆从的技能。虽然目前的肉体魔力极为微弱，施展出的魔法威力大打折扣，但也足够向母亲证明自身价值。他挥手抬掌，凝聚幽蓝火焰，向前打出一道惊人的魔法冲击。一旁召唤出的猎地者见状，忍不住赞叹主人的强大实力。罗德满意的收回掌心魔力，发动能力将庞大的猎地者重新吸收。毕竟以他当下的魔力储备，能维持一只猎地者就是极限了。虽然现在的实力离全盛期尚远，但有了这只猎地者傍身，已足够应对与母亲的1周之约。家族的英灵陵墓建于建国之前，其中封印着古代英雄的赐福，是王国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圣地。当年大哥利奥在陵墓获得赐福，随后加入皇家军队，屡立战功，
这才让母亲对他极为偏袒。但掌控禁忌之术的罗德，目标可不仅是区区英雄赐福。他之所以非要进入英灵陵墓，是为了唤醒并掌控深处沉睡的存在。罗德刚回到城堡庭院，就被急冲冲赶来的姐姐西弗一把拉住。西弗劝他这几天收敛脾气，表示家族驱逐的事自己会向母亲求情。罗德连忙拒绝了姐姐的好意，保证自己绝对不会被赶出莫里斯家，更舍不得离开他身边。这才让焦虑的西弗渐渐放下心来。这时女仆莉亚一路小跑过来，提醒罗德魔法课程即将开始。罗德没有耽搁，随同莉亚一同前往课堂。西弗虽然嘴上答应，心里却依然沉重不安，觉得连大哥都办不到的事光靠嘴说没用，决定私下再去向母亲求情。罗德走进魔法教室，还没落座，安塔男爵的小儿子就当众出言嘲讽，叫嚣他马上就要被驱逐出族，引得周围贵族子弟哄堂大笑。导师雷古出面喝止喧闹，提醒罗德课程已经开始，示意他回到自己的座位。罗德环视眼前的同桌，想起前世因魔力匮乏，常年遭受嘲弄，如今重活一世，这群人的嘴脸依然毫无改变。罗德没有理会周遭的纷扰，反而客气地向导师雷古躬身行礼，并主动为自己的迟到致歉。这般懂事有礼的举动，让导师雷古感到十分诧异。这完全不像罗德过往的嚣张作风，但他还是示意罗德先入座。罗德平静地在座位坐下，旁边的同桌见状满脸不屑，低声骂他是装模作样的伪君子。雷古见讲台下恢复安静，开始正式讲解魔法基础。他向学生们说明，魔力是一种强大而神秘的能量，掌握魔力后，众人会根据法术分化出不同职业，例如元素法师或是神圣治疗师。雷古接着补充道，掌控魔力还能分化出魔剑士或隐刺等分支，只要不断提炼净化魔力，就能从初级一路晋升至圣魔导师。台下有学生举手询问传奇境界，雷古坦言传奇强者是活着的神话，也是所有魔导师梦寐以求的顶点。可惜传奇强者早已消失多年，连大导师都屈指可数，王国更是整整700年未出过传奇。雷古告诫众人不要好高骛远，贵族子弟必须在13岁前掌握魔力，这才是立足世界的根本基石。坐在台下的罗德静静听着导师的训诫。雷古话音刚落，旁边的贵族子弟就举手起哄，当众嘲笑罗德苦学3年，至今都没能掌握半点魔力。面对全班不怀好意的目光，罗德平静地开口回击，表示自己能在1周内学会魔法。这番宣言瞬间引发全场哄堂大笑，同学们纷纷开口挖苦，认定这个败家子是在白日做梦。就连刚才怀有一丝期待的雷古也暗自摇头叹气，认定罗德依然是个大言不惭的吹牛小鬼。面对众人的嘲笑，罗德心里十分清楚，自己1天就能掌控咆哮烈焰，但为了不被当成异类怪物，他决定顺理成章等满整整1周。到了深夜，西弗悄悄来到母亲黛拉的房间，苦苦哀求母亲，希望她不要把罗德赶出家族。黛拉闻言勃然大怒，言辞质问西弗为何要帮那个废人，强调莫里斯家族就算衰落，也绝不能丢掉贵族的尊严。黛拉拿大儿子与西弗举例，直言罗德12岁了依然一无是处，家族绝不养育享乐的废物，驱逐一事没有任何商量余地。面对拂袖而去的母亲，西弗站在原地不知所措，心里默默替弟弟万分焦急。转眼到了约定的第7天，在家族高层的要求下，考核如期举行，全族高层都在高处注视着这场测试。黛拉断定罗德只会再次给家族丢脸。西弗趴在窗边，心里默默期盼着弟弟能够创造奇迹。考核场上，安塔男爵的小儿子早已迫不及待，想看罗德出丑。他嚣张的叫宣，要让废柴见识真正的魔法。他当场运转全身魔力，发动咆哮烈焰，熊熊烈火瞬间吞噬了前方的测试障碍物。安塔男爵的小儿子借此肆意炫耀着自己的元素魔法。他凑到罗德面前叫嚣，嘲讽这是废柴一辈子达不到的高度，逼罗德展示这1周的训练成果。面对对方的挑衅，罗德只是淡淡的表示轮到自己了。话音刚落，极其庞大的暗黑魔力瞬间席卷全场。安塔男爵的小儿子查理当场大声嘲讽，断定连魔力都没掌握的罗德，等会儿只有大哭求饶的份。高台上的贵族向黛拉确认传闻，黛拉冷酷地表示，这种废柴只会给家族蒙羞，早点离开自谋生路才是最好的选择。面对所有的贬低与质疑，罗德平静地按住地面，暗中呼唤仆从裂地者的力量。随着咆哮烈焰轰然爆开，幽蓝色的滔天巨焰瞬间席卷全场。这股幽蓝烈焰威力强到不可思议，刚才还在嘲讽的查理直接看傻，完全不敢相信这个废柴居然真的掌握了魔法。狂暴的火焰瞬间冲向目标，将考核用的测试石板当场轰得粉碎。在高处观战的西弗难以置信，不敢相信弟弟真的创造了奇迹。场边围观的贵族子弟也彻底被震撼，没人敢相信眼前这一幕竟然出自闻名全城的不堪废物之手。连查理都没能弄碎的测试石板，居然被罗德一击摧毁。导师雷古更是心惊不已，这种威力绝非初学者能够施展。查理整个人当场看呆，无法接受废物的法术竟然比自己还强。高台上的贵族顺势打趣黛拉，表示罗德似乎不像他说的那样一无是处。西弗激动地拉着母亲，兴奋地高喊罗德做到了。面对全场的震撼与目光，罗德只是轻哼一声，平静地收招力。在场中无法接受事实的查理当场恼羞成怒，指责罗德平时根本不上课，绝对是靠作弊才用出了咆哮烈焰。现场的贵族们顿时议论纷纷，查理更是当众叫嚣，指控罗德为了逃避被驱逐的命运，
私自偷盗家族宝库的魔法道具。面对查理的污蔑，罗德平静地反问他究竟想表达什么。查理见状愈发得意，断定使用魔法道具消耗极高，以罗德微弱的魔力储备，刚才那一招绝对不可能再用第二次。罗德没有与他多废话，转而看向导师雷古，让雷古给出公正的判定。导师雷古犹豫后表示，查理的质疑不无道理。这番话让全场议论纷纷，大家开始怀疑罗德确实靠道具作弊。高台上的西弗信以为真，以为弟弟是因为偷拿了道具才拒绝自己的帮助。为了不让事情不可挽回，他决定出面解围。西弗急忙冲进考核场，当众请求导师不要怪罪罗德。西弗刚想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，罗德伸手制止了姐姐，示意这件事交给他就行。他转头向导师雷古确认，只要自己能再次连续施展法术，就能证明没有使用任何道具。得到雷古的肯定答复后，罗德不再废话，周身瞬间再次爆发起狂暴的魔力。围观的贵族瞬间被这股压倒性的力量镇住，巨大的魔法冲击在场中轰然炸裂。查理当场看傻了眼，不得不承认罗德确实没有使用道具。罗德紧接着再次凝聚起狂暴魔力，恐怖的威力轰然砸下，强大的冲击波席卷全场，直接把查理吓得瘫倒在地。西弗连忙向母亲询问能否收回将罗德驱逐出家族的决定。黛拉冷冷表示这只是暂时的，若罗德以后依然懒散，家族照样留不下他。导师雷古也当场大声宣布，罗德在考核中绝没有使用任何道具。考核结束后，利奥在城堡内主动上前向罗德道贺，承认了他的实力。罗德也平静地向大哥表达了感谢。聊完考核的插曲，一家人来到餐桌前用餐。父亲席罗当场夸赞了罗德，称赞他的表现让莫里斯家族感到自豪。罗德平静致谢，顺势询问父亲先前的承诺是否算数。席罗爽快承认，表示1个月后英雄陵墓开启时，家族一定会为他争取到一个名额。母亲黛拉则严厉提醒，获取名额需要家族付出沉重代价，罗德必须在陵墓中拿到强大的英雄赐福，既然已经掌握了魔法，就绝对不能丢了家族的颜面。席罗还承诺会给予罗德与利奥西弗同等的资源，叮嘱他以后要努力训练。罗德恭敬的躬身致谢，名额终于顺利到手。普通的英雄赐福对他毫无价值，死灵术才是他在陵墓中崛起的根本。英雄陵墓中耸立着一座无名孤坟，里面封印着一位太古时代的传奇魔剑士，而这位曾经称霸一方的传奇，就是罗德预备召唤的下一个亡灵仆从。虽然知道了传奇灵魂的所在，但以罗德目前的魔力还不足以完成召唤。好在父亲答应给予他同等资源，正好能借此大幅提升实力。经过1个月的苦修，女仆利亚前来通知领主召见。此时罗德已突破至见习大法师中期，拥有的魔力刚好足够他唤醒传奇灵魂。英雄陵墓在今日正式开启，父亲席罗安排去过陵墓的利奥带罗德一同前往，并向他说明里面的规则。前往英雄陵墓的马车上，利奥主动向罗德交代起陵墓里的规则。陵墓中的赐福分为白蓝紫金红5个等级，死者生前的实力越强，下葬的时间越久，留下的赐福也就越罕见。越高级的赐福能赋予越强大的能力，甚至能帮人踏上顶级法师之路。罗德顺势打听起利奥当年的赐福，利奥坦言自己当年只拿到了紫色赐福。罗德这才恍然大悟，难怪大哥加入皇家军队后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屡立战功。得知利奥拿到的竟是紫色赐福，西弗忍不住大声惊叹，在英雄陵墓想获得赐福极为不易，哪怕最基础的白色赐福都十分罕见。他急忙严肃告诫罗德一定要拿到赐福。罗德表面上笑着让姐姐别给压力，心里却暗自打起小算盘，要是让西弗知道他压根不是为了赐福，恐怕少不了一顿狠揍。说话间，马车赶到了英雄陵墓。利奥叮嘱罗德，他在陵墓里只有3个小时的时间，能否得到英灵认可全凭本事。罗德道谢后径直走向大门，西弗则在身后默默期望，只要弟弟能拿到最低级的白色赐福，自己就心满意足了。按照利奥交代的规则，陵墓里那些装饰华丽的墓碑大多属于顶尖大法师，往往更容易产出稀有赐福。但罗德对这些华丽墓葬毫无兴趣，直接径直越过了他们。凭着前世记忆，他很清楚，深处那座沉寂数百年的无名孤坟下，才安息着真正的太古传奇。罗德来到这座不起眼的孤坟前，躬身上前致意，表示自己绝无冒犯之意。罗德不再隐瞒，当场催动死灵魔力，呼唤沉睡数百年的远古英雄，强行要求对方臣服。墓中的英灵残魂试图顽强反抗，但在绝对的死灵威压面前，反抗瞬间被强行镇压。随着死灵契约彻底达成，幽蓝色的火焰轰然爆开，太古时代的传奇魔剑士成功复苏。面对刚刚复苏的远古残魂，罗德冷声下令，要对方当场下跪臣服。魔剑士顺从地将大剑刺入地面，单膝跪地向罗德行礼。罗德顺势询问对方是否还记得生前的姓名，残魂表示经历漫长岁月，自己早已记不得真名，恳请主上亲自赐名。罗德看着眼前的亡灵骑士，正是为他赐名。古棺认作，陵墓中迎来了另一批寻找赐福的人。老者带着埃莉诺一行人踏入墓园，老者对埃莉诺寄予厚望，希望作为辉刃家族一员的他，至少能拿到紫色品质的高阶赐福。随行的护卫也出言提醒，建议他直接去找那些规模宏大的墓穴，毕竟埋葬在里面的生前都是顶级强者，赐福绝不会差。埃莉诺点头应下，随即走向墓群深处，寻找属于自己的英雄赐福。埃莉诺在墓群深处找到了一座巅峰大魔导师的墓碑，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顶尖赐福。可还没等他靠近，墓穴附近突然爆发出强烈的死灵气息，
随行的护卫立刻拔剑挡在埃莉诺身前，然而等护卫一剑劈过去，却震惊地发现，引起死灵异变的竟然只是个小孩。护卫紧握长剑，死死戒备，逼问死气是否来自罗德。见眼前的孩子小小年纪，竟怀有极强的死气，护卫赶忙大声警告埃莉诺，这孩子恐怕是被怨灵附了身。面对手持雷电长剑冲来的护卫，罗德完全没有慌张，反而扭头看向身后的古关认作，打趣说对面居然指责他是恶灵。罗德顺手拾起一根树枝打量，直接将眼前的敌人交给了仆从。得到指令的古关认作恭敬领命，准备替主上解决这场麻烦。面对护卫劈来的雷电巨剑，古关认作瞬间挥剑相迎，死死挡下了这致命一击。借着对方被架住的空隙，罗德手持树枝顺势挥出，直接将护卫手中的大剑当场挑飞。看着被树枝击飞的武器，护卫整个人当场看呆，完全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。兜帽下的罗德眼神陡然一冷，眼看身为初级魔剑士的护卫竟被同龄小孩用一根树枝挑飞武器，身后的埃莉诺整个人彻底看傻，根本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。罗德露出了真容，那双散发着死灵寒芒的眼眸冷冷地注视着眼前的敌人。埃莉诺上前质问罗德的身份，刚要亮出家族名号，就被祖父伊格纳厉声制止。伊格纳神色严肃地注视着罗德，心里十分清楚，即便换作自己，也很难如此轻松地击败护卫莱昂。被挑飞武器的莱昂极不服气，向伊格纳请求再次交手。不等家主应允，莱昂便再次拔剑出鞘，携带雷电呼啸着冲向罗德。罗德出手快如疾风，对方还未及反应，手中的树枝已直抵莱昂咽喉，死灵煞气在身后轰然散发。罗德冷声警告对方，若敢再动一步，就直接葬身于此。莱昂当场僵在原地，旁观的伊格纳心中大惊。罗德身上毫无魔力波动，全凭纯粹剑术制胜。眼看局势不妙，伊格纳连忙上前劝阻，为下属的不敬向罗德致歉。罗德神色平静，冷冷注视着面前的老者。伊格纳喝令莱昂上前赔礼，莱昂只能恭敬低头认错。对方仅凭基础剑法便将他制服，这种实力让他后背发凉。罗德摆手表示并无大碍，让对方不必放在心上。伊格纳再次恭敬致歉，直言唯有大宗师才能做到这般地步。一旁的埃莉诺满心震惊，这少年明明与自己年纪相仿，祖父却称呼对方为前辈。罗德顺势推说只是运气使然，伊格纳只当他是过分谦虚。随后老者主动报上名号，表明自己是辉刃家族家主伊格纳，并将孙女埃莉诺介绍给罗德。埃莉诺连忙躬身致歉，为刚才的冒犯向对方表达歉意。伊格纳顺势开口试探，打听罗德是否来自王室或顶尖名门。罗德淡然表示直呼名字即可，自己不属于任何势力。得知眼前的高手无门无派，伊格纳心里大为震撼，若能将这等实力的魔剑士拉拢麾下，必将是家族的一大助力。埃莉诺趁机上前打听，询问罗德是否也是来寻找英灵赐福。不料刚聊两句，伊格纳突然剧烈咳嗽起来，身上的异状骤然发作，痛苦地向后倒去，惊得埃莉诺大声呼喊祖父。莱昂与埃莉诺赶忙扶住伊格纳，罗德打量一眼，直接指出老者是被恶灵下了诅咒。莱昂闻言大吃一惊，直言找过无数医师都束手无策。埃莉诺带泪解释道，祖父当年被魔族伏击，多年来根本无法根治。罗德语气平静，直言这确实是魔族恶灵诅咒，世上能破解者屈指可数。见对方一眼破译病因，埃莉诺如抓到了救命稻草，神色焦急的大声恳求，只要能救救祖父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行。罗德顺势表示，解决这种恶灵诅咒对他而言轻而易举。得知祖父有救，埃莉诺激动不已。罗德接着提出要求，若要彻底根治诅咒，还需要准备一些特殊材料。看到治愈希望，埃莉诺激动的喜极而泣。莱昂赶忙拿出家族通讯法器，恭敬地递到罗德手中。莱昂保证全力筹备材料，随时听候罗德差遣。罗德收下通讯器，双方就此达成交易。完成交易后，罗德踏出英雄陵墓，收服古关认作，让他实力大增。虽然残魂力量远不及当年，但他有信心帮其重回巅峰。刚走到门口，姐姐西弗便急忙迎上前，询问他获得了什么级别的赐福。罗德这才想起赐福一事根本无法解释自己的实际收获。一旁的大哥利奥察觉异样，见他身上毫无赐福痕迹，当场沉声质问究竟怎么回事。利奥满脸失望，斥责罗德依然毫无改变。罗德打了个哈哈，随口敷衍过去，心里却很清楚，获得的古关认作远比普通赐福珍贵。西弗见状无奈叹息，招呼着大家先回城堡，只希望母亲得知后不要大发雷霆。夜幕降临，城堡内传来阵阵怒吼。母亲戴拉得知后拍桌大怒，痛骂罗德辜负了家族付出的代价，连最基础的赐福都没能拿下。他当即决定过几天把罗德送去魔法学院，警告他往后若无要事不得返回家族。罗德对此并不排斥，凭他掌握的魔法知识，去给学院导师当老师都绰绰有余，正好能趁机寻找升级古关认作的材料。戴拉接着交代，弗洛拉家族的克莱尔也在学院，要他想办法讨好对方。提起克莱尔，罗德想起前世两人曾有婚约，后来因他被称为废柴而解约，对方最终沦为政治牺牲品，落得悲惨结局。看在当年对方母亲曾对自己照料有加的份上，罗德决定这一事，顺手改变克莱尔的命运。3天后，罗德来到了北方7城联合建立的魔法学院，这里汇聚了各类贵族子弟，远离家族对他而言反而是重获自由。
罗德正盘算着尽快提升实力，重回亡灵君主的巅峰。这时，弗洛拉家族的继承人克莱尔走入学院，引得周围路人一阵瞩目。随从上前提醒克莱尔，莫里斯夫人已派小儿子罗德前来陪读。得知是被称为废柴的罗德，克莱尔满脸不屑，但考虑到利奥的潜力与家族安排，他顺水推舟决定把罗德留在身边处理杂事。看着克莱尔离去的背影，罗德暗自吐槽对方依然如从前般傲慢。就在这时，埃莉诺突然大声叫住罗德，不敢置信，像他这样的人竟也能来到魔法学院。埃莉诺自顾自的猜测，以为罗德来学院是为了调查勾结魔族的势力。罗德连忙制止他在公开场合称呼自己为主人，让他直接叫名字，并顺口打听起伊格纳诅咒材料的筹备进度。得知治疗诅咒的材料已接近筹齐，罗德便交代他准备好后，直接来学院找自己。这时，远处的克莱尔不耐烦的大声催促，罗德应了一声，抬步跟了上去。克莱尔当街抱怨起罗德的实力微弱，引得周围路人议论纷纷。身后的埃莉诺则对克莱尔的态度大感不满。符文领主的小儿子安德森带人拦住去路，周围路人议论起两家过去的提亲传闻，认为靠近克莱尔的罗德这下麻烦大了。安德森满脸热切地向克莱尔献殷勤，罗德一眼认出对方，前世这家伙就喜欢在异性面前炫耀，还经常无缘无故欺负自己，这一世果然还是老样子。克莱尔对安德森极度反感，当场叫对方离自己远点。安德森却依然厚着脸皮纠缠不休，克莱尔忍无可忍，再次厉声呵斥。被当众驳了颜面的安德森恼羞成怒，破口大骂的同时，竟直接动手发起袭击。罗德果断伸手，直接架开了安德森的袭击。被突然打断的安德森满脸怒火，当场怒呵质问罗德的身份。手下见状，连忙凑上前附耳提醒。得知眼前正是莫里斯家族的废柴，安德森顿时面露狰狞，一把死死抓住罗德的衣领，质问他凭什么敢跑来多管闲事。面对嚣张撕扯自己衣领的安德森，罗德神色冷冽，毫不客气地冷喝了一声滚。围观路人纷纷捏了把汗，议论安德森手段向来狠辣，以前甚至把得罪他的人扔进河里，直言罗德这次绝对死定了。面对死死捏住领口的安德森，罗德眼神平静，再次警告对方听清克莱尔的话。克莱尔见状暗自吃惊，没料到罗德真敢当面得罪安德森。安德森彻底被激怒，周身涌动起狂暴的力量，挥拳准备好好收拾罗德。罗德的眼神瞬间沉了下来，眼看冲突一触即发，随从急忙上前拦住安德森，提醒围观的人实在太多，况且弗罗拉家族的人也在现场。安德森强忍怒火松开手，放下狠话，带着随从离去，只留路人一脸疑惑。安德森虽然悻悻离去，心里却对罗德刚才的眼神感到后怕。克莱尔忍不住当街斥责罗德是个蠢货，抱怨他得罪安德森，给自己惹来麻烦，警告对方绝不会善罢甘休。这时闺蜜安娜笑着跑上前打招呼，好奇询问罗德的身份。得知眼前正是传闻中的废柴少爷，安娜忍不住出言打趣。克莱尔连忙让安娜小声点，吐槽要不是母亲交代照顾罗德，自己才不想理这个只会添乱的家伙。看着热情的安娜，罗德暗中警惕，想起前世对方虽是克莱尔的好友，性格却势利且极具野心。克莱尔最终沦为政治筹码，背后少不了他的推波助澜。罗德暗下决心要严密防范安娜。随后众人来到了魔法学院的课堂，常规课程对罗德毫无提升，真正吸引他的是藏宝库中的亡灵之泪这块古代死魂水晶，能极大增强古怪认作。随着课程结束，安娜拉着克莱尔嚷嚷着要出去玩乐。面对克莱尔对修炼的执着，安娜在一旁软磨硬泡劝说起来。这时安德森突然大笑着凑过来，声称自己在水晶酒馆包下了宴席，高调邀请他们参加开学庆祝。安娜惊呼安德森豪掷千金，安德森满不在乎，表示只要能来花多少都值，还不忘阴阳怪气嘲讽罗德一无是处。安娜顺势极力劝说克莱尔同行。面对闺蜜的软磨硬泡，克莱尔最终只能点头答应下来。就在众人准备出发时，罗德收到了莱昂的传讯，得知此前交代筹备的物品已经准备妥当，罗德顺势让对方直接去水晶酒馆接他。一行人结伴走出学院，安娜注意到跟在后面的罗德，顿时没好气的喝问谁允许他跟来的。罗德对此冷眼旁观，他清楚记得前世这场聚会过后，克莱尔诡异的失踪了整整几天，在出现时整个人变得无比阴沉颓废，这一世他绝不会让对方踏入陷阱。克莱尔见罗德跟来，再次开口驱赶，安德森却一反常态打起圆场，大度的表示愿意带上罗德同行。实际上安德森对此前丢脸的事怀恨在心，打算借这次聚会好好教训罗德一顿。安娜赶忙在一旁奉承安德森大度，还不忘吐槽罗德死缠烂打。很快一行人来到了水晶酒馆，走进酒馆大堂，安德森高调宣布今晚由他买单，引得周围一阵欢呼奉承。罗德环视四周，发现酒馆里混杂着大量刀尖舔血的亡命佣兵，这些人终日沉溺酒色血腥，前世克莱尔正是遭遇这群人才出了变故。为了避免悲剧重演，罗德当即上前拉住克莱尔，以天色已晚为由要带他离开。不料安娜直接冲上前拍开罗德的手，厉声指责他跟踪不算，竟还想在宴席开始前把人带走。克莱尔顺势推开罗德，表示自己既然答应了安娜，就绝不能食言。安德森更是借机大肆呵斥，指责罗德毫无教养，威胁他想滚就赶紧自己滚。几人的争执瞬间吸引了周围注意，一群混迹在酒馆的亡命佣兵围了上来，冷嘲热讽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贵族子弟。领头的大汉步步逼近，露出贪婪凶残的目光，死死盯上了在场的女眷。看到酒馆里
混杂着大批血腥味十足的佣兵。安德森当场向掌柜发火，质问对方为何没有按约定清场。这番话瞬间惹怒了旁边的佣兵，掌柜见状赶忙上前陪笑打圆场，劝安德森明天再来包场。随从立刻厉声呵斥，指责掌柜想让少爷在克莱尔面前丢脸。掌柜只能急忙小声提醒，这群城外佣兵手段极其凶残，最好不要轻易招惹。安德森根本没把劝告放在眼里，高傲叫嚣对方不过是一群三流佣兵，根本不敢得罪符文家族。佣兵们彻底被激怒，拍桌起身呵斥。随从为了护主当即爆发力量，直接朝对方动手打了起来。不料佣兵实力极其强悍，瞬间就把随从当场收拾，直接重重踩在脚下。安德森见状大吃一惊，没料到对方真敢痛下杀手。佣兵顺手将烈酒浇在随从头上，嘲讽贵族子弟不知天高地厚。罗德在旁冷眼旁观着局势，眼看手下惨败，安德森赶忙伸手叫停，搬出家族威名，试图压制对方，要求直接见这群佣兵的队长。佣兵们听完顿时大笑起来，嘲讽安德森根本没资格谈条件，想见队长的让他老子亲自来。此时背负巨剑的血痕佣兵团团长肯特正坐在后方冷眼旁观，安德森这才认出后方坐着的人竟是血痕佣兵团的队长肯特。这群凶徒常年混迹在魔兽森林，只要给够钱连贵族都敢杀。肯特靠坐在后方冷笑一声，根本没把符文家族的小少爷放在眼里。血痕佣兵团的名号一出，在场众人吓得瘫倒在地，同伴们更是一阵慌乱，明白这次彻底踢到了硬茬。见安德森被名号吓住，周围的佣兵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。安德森骑虎难下，虽然心虚到了极点，但为了不在克莱尔面前丢脸，只能硬着头皮低头服软。他主动承认是自己这边先动手，希望看在符文家族的面子上，化干戈为玉帛。肯特冷冷开口表示，符文家族最近势头正盛，或许可以考虑给他父亲一个面子。随从们以为化解了危机，不料肯特突然提出极具侮辱性的条件，要求克莱尔和安娜现场跳舞陪酒，甚至指明要安德森亲自去邀请。安德森被这番话吓得愣在原地，周围的佣兵顿时一片起哄叫好。安德森试图搬出弗洛拉家族的名号劝阻，却被佣兵当场厉声喝退。同行的同伴更是吓破了胆，反而掉头哀求克莱尔答应跳舞，生怕彻底惹怒血痕佣兵团。克莱尔当即护住安娜，让罗德先带安娜离开，坚信对方不敢对弗洛拉家族继承人动手。不料安娜却主动退缩，觉得跳个舞就能息事宁人。此时罗德直接站了出来，要求肯特到此为止。肯特对此满脸不屑，根本不把罗德放在眼里。安娜见状急得厉声怒斥，责怪罗德多管闲事，破坏局面。血痕佣兵团副队长卢姆见状，叫嚣要先废了罗德，咆哮着跃向空中，挥拳向罗德重重砸去。克莱尔失声尖叫，罗德却轻松侧身避开了这一拳。一击落空的卢姆恼羞成怒，直接抽出一把燃着熊熊烈火的弯刀，发动烈焰斩，全力砍了过去。看到事情闹大，安德森吓得厉声怒吼，骂罗德要连累所有人，要他立刻给肯特道歉。随从也在一旁劝安德森别管这傻子的死活。下一秒轰然巨响，火光四射，罗德竟然正面挡下了这一击。在场众人瞬间被眼前的一幕震惊，罗德不仅毫发无损，还顺手向旁边的护卫借了一把长剑。被无视的卢姆怒不可遏，再次咆哮着挥刀杀来。罗德直接唤出古关认作，将幽魂之力注入剑身，一道湛蓝色的剑锋轰然斩出，正面击碎了卢姆的烈焰斩。强大的冲击波瞬间轰然炸裂，卢姆当场看傻了眼，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全力一击竟会被罗德如此轻易的彻底粉碎。颜面扫地的卢姆彻底发狂，咆哮着扔下手里的断刀，仗着肉搏优势扑向罗德。面对眼前砸来的巨拳，罗德清楚单比蛮力无法硬碰，闪身躲避对方的连续抓捕。罗德不再保留任何实力，当即唤出庞大的幽魄黑炎，准备动用真正的力量。罗德轰出强力冲击，将砸来的卢姆正面击飞，重重摔在地上，当场昏死。安德森彻底看傻了眼，不敢相信血痕佣兵团副队长真的败了，这彻底激怒了血痕佣兵团。余下佣兵纷纷围拢过来，叫嚣要把罗德碎尸万段。安德森大骂罗德连累所有人，随从劝他趁机赶紧逃走。安娜拉着克莱尔逃离酒馆，见克莱尔安全离开，罗德松口气，准备放手一搏。肯特上前狂妄叫嚣，打算折磨罗德一整晚，再向莫里斯家族索要巨额赎金。罗德此刻已动了杀心，准备将这群佣兵彻底扫干净。这时门口传来一声厉声质问，肯特恼怒回头看清来人是莱昂，瞬间吓得脸色大变。莱昂径直走到罗德面前，关切询问他有没有受伤，自嘲凭这群小厮根本伤不到他。肯特在旁看傻了眼，想不通莱昂为何对他如此尊崇。莱昂转头厉声呵斥肯特，当场揭露罗德是辉刃家族贵客。肯特闻言吓得面如土色，北方权倾一方的辉刃家族足以让整个佣兵团彻底覆灭。意识到踢到铁板的肯特当场下跪，卑微哀求罗德高抬贵手，主动奉上血痕佣兵团的信物。身后的佣兵们全都惊呆在原地。肯特高声宣誓效忠，表示整个佣兵团愿听凭差遣。周围众人大受震撼，不敢相信队长会交出信物。罗德看出对方是在极力保命，考虑到活着的佣兵团尚有价值，看在莱昂面子上收下信物，免去他们的死罪。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罗德催动庞大的幽魂之力，死气瞬间将肯特完全包裹，震得他当场吐血倒地。给完教训，罗德叫上莱昂，转身离开，只留下肯特瘫在地上面露恐惧。
佣兵手下赶忙向肯特汇报，确认罗德二人已经离去。瘫在地上的肯特心有余悸，庆幸今天没有彻底惹怒对方，否则整个佣兵团都要被当场灭门。随后，罗德乘马车赶往辉刃庄园，刚一进门，埃莉诺便热情地迎上前。他端出搜集到的稀有材料，询问这些是否足够。罗德催动幽魂之力扫过材料，确认这些已经足够。盘中材料突然升腾起幽蓝火光，伊格纳吓得浑身发颤，僵在原地动弹不得。罗德见状大喝，叫众人退后。下一秒，庞大死气瞬间暴走，化作巨大的紫黑骷髅直扑而出。面对突发异变，罗德果断迎面冲上前去，伸手直接扣向暴走的邪能，冷冷表示对方根本无路可逃。罗德一把扣住暴走的邪灵，埃莉诺震惊地认出，这正是折磨了祖父10年的恶灵，如今在罗德手里根本无法挣脱。旁边的莱昂更是看得目瞪口呆，不敢相信对方竟能掌控恐怖死气，想到自己曾经还妄想挑战罗德，心中只剩下一阵后怕。面对邪灵的顽强挣扎，罗德冷哼一声，手上骤然发力，当场将暴走能量捏爆压缩。他紧接着催动秘术，把邪灵彻底封入水晶，炼制成了死灵石，准备带回去给古关认作提升力量。莱昂见状大受震撼，难以置信这场梦魇被如此轻松化解。埃莉诺赶忙上前关切询问祖父伊格纳，罗德却提醒他先退后一些。话音未落，伊格纳周身爆发出强烈魔力波动，惊得埃莉诺不知所措。罗德在一旁冷静解释，此前邪灵一直寄生体内蚕食魔力，如今祸根被彻底拔除，老领主的力量自然会快速恢复。伊格纳猛然站起身来，感受着体内疯狂涌动的魔力，多年被压制的修为瞬间恢复，甚至一举突破瓶颈，达到大魔法师顶峰，距离高级大魔法师也仅剩一步之遥。伊格纳当年身中诅咒后，辉刃家族多年来一直受制于人，莱昂不禁心生感叹，多亏罗德出手相助，才彻底拯救了整个家族。面对祖父的惊人巨变，埃莉诺心中十分困惑。罗德开口解释，对抗邪灵的这10年间，老领主的魔力一直在被反复淬炼，如今灾祸反倒成了突破契机。伊格纳笑着证实了这个说法，多年积压的力量一朝爆发，眼神瞬间变得无比凌厉，是要将家族失去的一切统统夺回来。伊格纳郑重向罗德道谢，承诺家族今后将无条件听从差遣。罗德婉言拒绝，表示自己已经拿到了所需报酬，顺势打听起邪灵的来源。他拿出那块死灵石，指出邪灵生前至少是高级大魔法师，若能找到源头出处，日后便不再缺少炼制材料。伊格纳如实告知，10多年前帝国在哀嚎山谷围剿魔物，自己当年正是在那里中了恶魔陷阱。罗德暗自盘算，哀嚎山谷高阶魔物横行，凭当下实力还无法硬闯，只能等后续提升后再去炼制死灵石。处理完庄园事宜后，罗德乘上马车启程离开。莱昂提前为罗德准备了住处，就安排在7城魔法学院附近。罗德抵达目的地后，看着面前宏伟的宅邸，相当无奈，自己明明只想找个落脚处，对方却直接安排了一座豪宅。此时辉刃庄园内，伊格纳还在独自畅快大笑。埃莉诺赶忙提醒祖父，罗德大人早就离去了。伊格纳坦言自己实在太开心，罗德年纪轻轻却深不可测，他特别嘱咐埃莉诺一定要想办法与其拉近关系。埃莉诺闻言红着脸低声答应。随后伊格纳眼神陡然变得肃杀，如今实力恢复，当年终究的血海深仇也是时候找秀任好好算一算账了。夜幕降临，克莱尔回到了弗洛拉庄园，母亲见他深夜归来，赶忙打听与罗德见面的情况。克莱尔坦言两人已经见过面，虽然外界传言纷纷，但在亲眼见识过罗德手段后，他意识到对方绝非废柴，便劝母亲不要偏信外界谣言。与此同时，罗德独自停留在豪宅之中，他重新拿出死灵石，准备为古关认作提升实力。随着死灵石泛起幽光，古关认作应声响应，恭敬地向罗德俯首臣服。罗德看着面前跪伏的古关认作，暗自评估对方的战力。古关认作曾是传奇魔剑士，如今实力虽降至中级水平，但凭精湛剑术足以抗衡高级大魔法师。罗德不再犹豫，当即催动高阶死灵石，命古关认作接受赐福。死灵石瞬间碎裂，庞大的死气化作能量狂潮，疯狂涌入古关认作体内，幽蓝火焰轰然暴涨。古关认作吸收死灵石的同时，强大的力量反哺到罗德身上，让他一举突破到见习大魔法师巅峰。古关认作的实力也提升到了中级大魔法师巅峰。不过考虑到古关认作无法公开露面，罗德决定平日里还是要保持低调。第二天一早，克莱尔和安娜来到了学院大厅。克莱尔有些心不在焉的四处张望，挂念着罗德今天怎么还没出现。安娜随口打趣说，那小子怕是早就遭了佣兵毒手。克莱尔当即出声反驳，强调罗德当时是为了保护大家才独自留下。安德森气冲冲地走进大厅，抱怨罗德抢了自己的风头。可话音未落，罗德竟毫发无伤地走了进来。安德森满脸不敢置信，认定罗德就算活着也该身受重伤。克莱尔赶忙上前询问情况，罗德表示自己安然无恙，并交代那些佣兵不会再来找麻烦。众人听得一头雾水。安德森当场出言嘲讽，认定是莫里斯家族花了重金救人，指责罗德只会给家族丢脸。就在这时，伴随着高跟鞋的响声，实战魔法导师玛格丽特走进了大厅。玛格丽特当场宣布，大家如今都已是见习大魔法师，今天的实战训练将直接前往城外的魔兽森林。罗德闻言心生警惕，魔兽森林正是血痕佣兵团的据点，考虑到那里的危险程度，他决定待会儿的留意克莱尔的安全。
随后罗德拿出传讯魔石，联系上佣兵肯特，向他打听魔兽森林的底细。肯特倒也不隐瞒，直言魔兽森林最近极不平静，前阵子深处的古墓发生异动，泄露的黑暗魔力引爆了小规模兽潮。先前探查的佣兵只有1人生还，那人甚至精神失常，嘴里不断念叨着骷髅复活。肯特特意提醒，古墓深处如今已是绝对的禁区，森林里的魔兽最多不过初级大魔法师水平，血痕佣兵团可以随时为他领路。罗德当即开口拒绝，表示了解这些信息就已足够。前世的记忆里，魔兽森林的古墓并未发生过异动，对普通学生来说这里危险重重，但对罗德而言却是一次难得的机缘。随后学院的车队浩浩荡荡出发，前往城外的魔兽森林。马车上跟班低声询问安德森是否还要照计划收拾罗德。安德森冷哼一声，表示自己的目标本就是克莱尔，但若罗德不识相继续挡路，他也绝对不会客气。不久后，车队顺利抵达魔兽森林边缘，实战训练即将正式拉开帷幕。玛格丽特当场布置训练任务，森林外围的银爪狼数量暴涨，大家只需在日落前交上一只狼爪，无论是组队还是单打独斗都可以。安德森率先一发火球轰碎目标，引得旁人纷纷欢呼奉承。安娜激动地拉着克莱尔想跟着安德森，克莱尔却当场拒绝，直言跟着罗德才最安全。此时罗德已将感知范围扩大到300米，不仅摸清了周围的魔兽分布，还捕捉到森林深处的死亡波动，正与肯特提到的古墓异动完全吻合。为了方便照应，罗德主动开口邀请克莱尔同组，克莱尔欣然答应了罗德的邀请。另一边，安德森又迅速猎杀了一只银爪狼，引发手下一阵欢呼拍马。安娜见状，强行拉着克莱尔跑了过去，主动提出要加入安德森的队伍。安德森自然得意洋洋的一口应下。然而众人还没注意到，森林深处一只潜伏的魔兽正被突然涌现的紫黑色魔力侵蚀，当场狂暴异变，厉声咆哮。玛格丽特老师瞬间察觉异样，森林外围明明提前清理过，却突然出现了魔王级别的魔力波动。他注意到罗德似乎也察觉到了危险，为了保护学生，他当场嘱咐罗德照看好大家，随后便独自冲入森林深处清理隐患。这一安排让安德森极为不满，跟班们也跟着叫嚣，认为有安德森在，根本不需要罗德照看。罗德却十分清楚，周围的死气正在急剧增强，狂暴的魔兽远不是学生们能应对的，而安德森还在不知死活地向众人炫耀。安德森在跟班们的追捧下愈发得意，带队继续深入森林，但众人很快察觉到异样，周遭突然陷入了一片死寂，原本随处可见的魔兽全部销声匿迹。就在大家感到疑惑时，一只银爪狼突然从林中猛扑出来，安德森不仅没有警惕，反而当场大声向罗德叫嚣挑衅，随后抬手轰出一记火球，直接正面命中了扑来的魔狼。安德森本以为能轻松解决，火焰轰出后，银爪狼竟毫发无伤，反而凶狠扑向眼前，逼得他仓皇招架。关键时刻，罗德果断出手，仅仅一招便将银爪狼彻底击倒。看着安德森束手无策的魔兽被罗德轻松秒杀，克莱尔与旁人满脸不敢置信。安娜这才彻底反应过来，罗德能从血痕佣兵团手下逃脱，靠的根本不是家族求情，而是凭他自身的真正实力。罗德没有理会众人的震惊，他敏锐地察觉到附近依然潜伏着大量魔兽，巨大的危机还远远没有结束。面对铺天盖地的银爪狼，罗德深知凭一己之力无法清理干净，当即决定唤醒强大的猎地者。不顾身后众人的惊呼劝阻，他独自一人冲进森林深处，四周瞬间涌出无数狂暴魔狼，将罗德重重包围。面对绝境，罗德果断下达召唤指令，大地剧烈震颤，巨大的猎地者轰然破土而出。罗德冷声发号施令，让他彻底清除受黑暗魔力侵蚀的狼群。随着一声震天咆哮，猎地者如泰山压顶般横扫四方，将扑上来的狼群瞬间碾成碎片。猎地者踏平四周的动静，响彻森林。安德森被这恐怖的力量吓得失魂落魄，连声祈祷怪物千万不要靠近。克莱尔满心挂念着罗德的安危，安娜却认定罗德早已沦为怪物口粮，还赶忙奉承安德森寻求庇护。安德森只能硬着头皮勉强应下。另一边，猎地者已将侵蚀魔狼肃清。罗德注意到部分银爪狼并未受到魔气侵蚀，便果断下令放行，任由剩下的普通狼群仓皇逃离。草丛深处突然传来一阵嘈杂响动，众人惊恐的以为是巨大魔兽追了过来，结果冲出来的竟是逃命的普通银爪狼群。安德森见状，顿时又有了底气，立刻夸下海口要保护克莱尔和安娜。另一边，森林深处的玛格丽特老师果断吟唱咒语，释放出天火，汹涌的火焰轰然降临，将狂暴的魔王级魔兽当场击杀。顺利解决强敌后，玛格丽特神色凝重，这只魔兽体内充斥着强大的黑暗魔力，显然森林深处已经发生了严重变故。玛格丽特还没来得及喘息，树林深处突然传来一阵低沉的马蹄声，死气弥漫的林间，亡灵骑士骑着战马缓缓走出。玛格丽特瞬间意识到，眼前这尊亡灵骑士正是导致魔兽狂暴的黑暗源头，感应到对方身上那股恐怖的威压，其实力恐怕已达到了中级大魔法师，自己不过才初级大魔法师中期，双方实力悬殊巨大，但若放任他过去，学生们必死无疑。玛格丽特下定决心，将全身魔力注入法杖，准备放手一搏，拼死阻击。玛格丽特倾力引爆天火陨石，轰然砸向迎面而来的亡灵骑士，巨大的火球瞬间炸裂开来，狂暴的魔力将四周夷为平地。然而
硝烟尚未散去，亡灵骑士在火海中竟毫发无伤，顺势挥动长枪，直接将玛格丽特重扫飞出去。巨大的实力差距让倒地的玛格丽特彻底失去反抗能力。亡灵骑士甚至没有多看他一眼，骑着战马径直朝学生们的方向逼近。罗德顺势收回了裂地者，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森林深处突然散发出一股极其危险的气息。刚刚打伤玛格丽特的亡灵骑士骑着战马缓缓从死气中走出，直奔罗德而来。面对眼前被黑暗魔力唤醒的古代骑士，罗德不仅没有半点退缩，反而直接释放出亡灵君主的恐怖威压，厉声训斥对方见了他为何还不下跪。亡灵骑士身上爆发出惊人的黑暗魔力，庞大的死气瞬间充斥四周，连罗德也不禁感叹这股魔力的强大。狂暴的力量化作庞大光柱，直冲云霄。远处的克莱尔和安娜被威压震慑得浑身发抖，震惊地看着异象传来的方向。安德森等人也注意到了天边的光柱，认出那正是罗德离开的方向，认定他绝不可能在这股恐怖力量下生还。倒在废墟中的玛格丽特看着远方升起的漆黑光柱，明白学生们就在那个方向。他强忍伤势站起身，是要前去阻止这场灾难。与此同时，罗德正与亡灵骑士冷冷对峙，他看穿对方已被黑暗魔力侵蚀殆尽，全凭本能猎杀强者来壮大自己，甚至愚蠢地将他当成了猎物。面对眼前的残破意识，罗德决定亲手结束他的痛苦。亡灵骑士感应到眼前君王般的威压，黑暗力量轰然爆发，他咆哮着绝不臣服，挺起长枪发动了最后的骑士冲锋。面对亡灵骑士的冲锋，罗德自知当前境界无法正面硬抗，果断打响手指，施展死灵术，将对方瞬间拽入记忆幻境。废墟与尸山血海的幻象轰然展开，亡灵骑士重新回到了当年厮杀的战场。昔日的惨烈与战役再次被彻底点燃，他在死气与咆哮中彻底解放了杀戮本能。这正是罗德精心准备的猎场，借由同阶战力的生死较量，古关认作即将迎来。他复苏后的首场全战力爆发，被卷入记忆幻境的亡灵骑士，连最后一点理智都被昔日的战场记忆撕碎，口中高呼着要为主公扫清强敌，彻底沦为一台不知疼痛的狂暴杀戮机器。他咆哮着挥舞长枪，发起拼死猛攻。面对暴走状态下的终极大魔法师，古关认作没有选择避让，挥剑正面硬汉。枪芒与剑气在幻境中剧烈碰撞，轰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能量冲击波，整个战场都在两人的狂暴交锋下急剧颤抖。古关认作展现出的强悍战力，让亡灵骑士忍不住出声惊叹，可嗜血的杀戮本能却彻底冲垮了他残存的理智。亡灵骑士仰天狂暴咆哮，将汹涌的漆黑死气全数灌入长枪，携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，准备向古关认作发动毁灭打击。古关认作面不改色，挥剑展开苍白剑尾挡下攻击，狂暴的魔力在战场中心轰然炸裂，漫天烟尘渐渐散去。亡灵骑士这才惊觉，眼前早已失去了古关认作的身影。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古关认作已凭急速闪现至他身后，反手使出同样的镇魂一刺，向亡灵骑士逼近。古关认作刺出的致命一击，瞬间贯穿亡灵骑士的身躯，汹涌的漆黑死气被硬生生斩断，庞大的铠甲在冲击中轰然崩解。古关认作冷冷宣告：主公赐予你真正的解脱。伴随着一声巨响，四周的记忆幻境如镜子般轰然撕裂，漫天死气彻底烟消云散。古关认作主见重担膝下跪，向眼前的罗德丹心效忠。罗德看着臣服的古关认作，称赞他做得不错，随后伸手引向升腾的幽蓝火焰，将这具迷茫的亡灵骑士灵魂彻底收服，让他得到真正的解脱。与此同时，受伤倒地的玛格丽特老师正忍着剧痛在林中奋力狂奔，一心想要阻止亡灵骑士伤害学生。可当他终于赶到战场时，却被眼前的一幕彻底震惊。玛格丽特看着眼前一片废墟，心里怀疑正是罗德消灭了强敌。罗德转过头打招呼，庆幸玛格丽特老师安然无恙。玛格丽特追问他有没有看到被魔力复苏的无头骑士，罗德顺势否认，称自己追着狼群赶到时，这里就已经是一片废墟。玛格丽特心生疑虑，刚才分明没感应到其他强者的气息，猜测罗德是在故意隐藏实力。不过他没有当场拆穿，选择顺着罗德的话表达谢意。罗德直接打断了他，提醒他伤势严重，这样回去只会让大家担心。玛格丽特赞同了罗德的提醒，当即运转魔力治疗身上的伤势。可等他恢复完伤势再回头时，罗德却早已没了踪影。此时的罗德正追寻着暗黑魔力的痕迹，独自前往肯特提到的那座异常古墓，感受到空气中日益浓郁的狂暴魔力，他确定这里正是无头骑士复苏的地方。罗德深入古墓深处，果然在浓浓的黑暗魔力包裹下找到了源头。地面上赫然刻着一座庞大的人造魔法阵，汹涌的黑气试图缠绕上来，被罗德冷声一喝瞬间震散。看着周围散落的暗魔力魔石，罗德立刻推断出有人故意用魔石激活法阵，复苏了古代骑士，而这正是导致森林异变的元凶。罗德冷哼一声，将地上的暗魔力魔石收为己用。另一边，玛格丽特回到了学生聚集的地方，见大家都平安无事，便准备清点人数，带大家返回学院。这时克莱尔上前提醒，罗德至今还没有回来，而且那股恐怖的魔力风暴正是他跑进森林后爆发的。玛格丽特心中顿时有了答案，那只强大的无头骑士果然是被罗德独自消灭的，这小子的实力简直让人难以想象。而旁边的学生却毫不知情，甚至猜测罗德早已吓得临阵脱逃。学生们纷纷奉承安德森，嘲笑罗德是个临阵脱逃的胆小鬼。
玛格丽特当场打断众人，明确表示罗德很快就会回来。等他归队，便立刻启程离开。可学生们依然私下议论，觉得罗德凶多吉少。众人顺势询问起刚才那场魔力风暴的缘由，玛格丽特隐瞒了真相，只说那是普通的魔力喷发，如今森林已经恢复安全。这番话让安德森更加得意，认定罗德就是吓破了胆。就在大家冷嘲热讽时，罗德已平静地从森林走出。克莱尔赶紧上前关切询问，罗德淡淡回应自己没事，随后甚至懒得看安德森一眼，直接从他身旁径直穿过。罗德拿出收集好的魔狼爪，平静表示任务已经完成，随时可以启程返回学院。玛格丽特敏锐地察觉到森林里的暗魔力已彻底消散，她隐约怀疑是罗德平息了源头，不过他没有继续深究，当即宣布实践课结束，带着众人返程。大家顺利跟着队伍返回学院。然而在森林深处的古墓遗迹里，那座人造魔法阵旁竟缓缓走出一名黑袍神秘人。看着彻底毁坏的法阵，神秘人冷声确认有人破坏了他的计划。看着散落的碎片，神秘人发现不仅复活的古代骑士被彻底消灭，连隐蔽的魔法阵也被一并破除。他推测出手者恐怕是某位路过的帝国大导师，不过不论对方到底是谁，只要敢插手阻挠他的计划，就只有死路一条。众人顺利回到了学院，罗德独自行走在走廊上，思考玛格丽特察觉了多少，这正好是向他打听王者之类的机会。中庭突然传来一阵欢呼，卡亚优雅地从走廊经过，周围女生围在一起尖叫追捧，夸赞她有着独特的军旅气质。一旁的安德森看在眼里满是不爽，忍不住低声骂对方装模作样。罗德顺口问他是否很讨厌卡亚，安德森气得握紧拳头，抱怨卡亚靠着哥哥背景抢走关注，随后又转过身指着罗德破口大骂，直言卡亚才是自己在学院最大的对手。罗德看着走来的卡亚，想起前世自己也曾嫉妒过对方，但现在的他心里早已毫无波澜。卡亚礼貌地让安德森让路，安德森却当场发火，拒绝退让，两人顿时针锋相对，周围学生纷纷躲避，生怕被波及。就在矛盾即将升级时，玛格丽特冷声打断了他们，提醒两人等会儿正好有实战课，想打架就去课上解决。卡亚立刻向玛格丽特致歉离开，临走前向安德森下了战书。随后玛格丽特抱着大书，平静地从罗德身旁擦肩而过。罗德来到玛格丽特的办公室，开门见山提出想免除下午的实战课。玛格丽特笑着打趣他，问他是怕卷入纠纷，还是不想在同学面前暴露实力。见罗德被说中，他接着指出罗德来这里绝不只是为了请假。罗德也不再隐瞒，直接向他打听起王者之类。玛格丽特表示自己听说过这东西，那是古代留下的强力秘宝，由于导师们一直没弄明白用途，目前正被封存在学院魔道巨库。见玛格丽特猜出自己的目的，罗德坦然承认想要拿到它，然而玛格丽特却摇了摇头，表示自己并没有权限调取库里的宝物，这让罗德十分意外。玛格丽特话锋一转，提出交易条件，他可以把罗德介绍给有权限的老教授，前提是罗德必须参加下午的实战课，并在课上展现出真实实力。面对玛格丽特的试探，罗德只能无奈接受。到了下午，众人聚集在训练场，埃莉诺正独自在场边热身，她的出现立刻引来周围男生的阵阵惊叹。这时卡亚主动朝着埃莉诺走去，上前微笑着打起招呼，询问他祖父的近况。埃莉诺也礼貌地回应，表示祖父身体一切安好。埃莉诺看到罗德走入训练场，立刻兴奋地转身想要打招呼，直接将面前的卡亚晾在了一边。远处走来的罗德做出噤声手势，提醒他保持低调。埃莉诺见状，连忙捂住了嘴巴。被无视的卡亚脸色瞬间阴沉下来，盯着远处的罗德，满心敌意。就在这时，早上结下恩怨的安德森冲入场内，叫嚣着要找卡亚算账。正心烦意乱的卡亚捏紧拳头，准备拿安德森当场泄火。一名壮汉走向看台上的罗德，他居高临下的叫住罗德，翻出早上罗德也挡路的事，叫嚣着要当场废了罗德。训练场里顿时一片骚动，学员们纷纷围过来凑热闹。安德森主动向教官提出申请，要和卡亚当场来一场格斗决斗。教官提醒两人场地内严禁使用魔法。安德森自负的表示只凭体术就能赢。面对挑衅，卡亚冷淡的应下了挑战。两人随即来到场地中央站定，安德森满脸嚣张的出言挑衅，急着想看卡亚当众吃瘪。人群中的安娜和克莱尔挤到前排，安娜有些担心安德森，毕竟卡亚掌握着军旅格斗术，场上的安德森却丝毫不在意，表情狰狞的准备狠狠收拾卡亚。比试一开始，安德森抢先发起猛攻，卡亚侧身轻松避开攻击，找准机会一记高踢腿直冲面门，将安德森整个人重踢飞撞在墙上。这一幕引得台下女生阵阵欢呼，满脸崇拜的夸赞卡亚又帅又强。安德森趴在地上，彻底失去反抗能力。卡亚居高临下走到他面前，要求安德森当场道歉，才肯原谅他刚才的无理行为。被击倒的安德森恼羞成怒，骂骂咧咧的再次扑向卡亚。卡亚不再客气，干净利落的再次将他重创打倒。场下一阵骚动，看台上的玛格丽特冷眼注视着这一切。壮汉走到罗德面前，捏着拳头出言警告，叫嚣着一会儿要让罗德像安德森一样跪地求饶，警告他别再挡路。面对这番威胁，罗德心里毫无波澜，只觉得哪怕重新来过，身边也依然少不了这种自以为是的蠢货。面对迎面砸来的拳头，罗德心里十分清楚，虽然前世自己是超越传奇的死灵法师，习惯用王军解决战斗，极少近身搏斗，但并不代表他不懂格斗技巧。
对付眼前这种角色，甚至根本用不上前世积累的经验。对方还在叫嚣着罗德不是对手，话音未落，罗德便已直接出手，瞬间将对方重重轰飞出去，摔落在场地中央。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一旁的卡亚大吃一惊，而那名叫嚣的学员此刻早已倒在地板上，彻底失去反抗能力。看台上的玛格丽特满脸震惊，台下的学员们更是不敢相信，刚才那一击居然出自罗德之手。罗德收起架势，多少有些无奈，自己明明已经收了力，没想到对方居然这么不经打。看着倒地不起口吐白沫的同伴，卡亚脸色彻底沉了下来，周围顿时响起一片议论声。卡亚缓缓站起身，径直走向罗德，冷声质问他只是切磋，为什么要下这么重的手？面对卡亚的质问，罗德平静地表示自己已经留了手，况且刚刚重创安德森的卡亚根本没资格指责自己。这番话瞬间激怒了卡亚，强烈的气场在他周身爆发，周围的学员们顿时一片惊慌，大家都觉得罗德惹怒卡亚是在找死。唯独埃莉诺并不担心罗德，反而开始担心卡亚会被当场打废。看台上的玛格丽特也冷眼旁观，期待罗德展现出能拿到王者之类的实力。此刻卡亚已经运起了秘技，大战一触即发。看台上的学员们认出了这一招，这是一种无需消耗魔力就能爆发媲美魔法破坏力的体术。卡亚借着这股势头瞬间逼近，直接挥出杀招粉碎铁拳，重重砸向罗德。卡亚爆发出远超刚才的速度，全场惊呼不靠魔法怎能如此迅捷。面对呼啸而来的杀招，罗德站在原地，没有任何闪避的意思。卡亚本以为这一击能直接定出胜负，没想到伴随着一声巨响，罗德竟只凭单手就接下了这一拳。原本能轰碎巨石的重拳被死死扣住。意识到不对劲的卡亚猛地抽身暴退，拉开距离，眼神凝重地盯着远处的罗德。卡亚无法接受眼前的结果，他从小跟随兄长苦练武艺，绝不可能输给一个废柴。罗德面色平静地质问对方，刚才那种威力的招式，要是打在安德森身上，至少躺上1个月。台下学员满脸震惊，甚至有人觉得是卡亚故意手下留情。彻底被激怒的卡亚不再保留，决定施展出全部实力。卡亚使出秘技碎骨连弓，漫天拳影铺天盖地砸向罗德。面对迎面袭来的狂暴攻势，罗德神色没有任何慌乱，剧烈的轰鸣伴随着强烈冲击，瞬间席卷全场。台下学员还在为卡亚欢呼叫好，以为刚才那轮猛烈轰炸已经解决战斗。可烟尘散去，罗德若无其事地拍了拍身上的灰尘，淡淡问了一句：“你就这点水平？”卡亚整个人彻底看傻，自己苦练多年的杀招打上去，竟然没能给罗德造成半点伤害。罗德摆出拳架，表示既然卡亚已经打够了，接下来该轮到自己出手了。看到罗德要动真格，场下的埃莉诺甚至不敢睁眼去看。为了拿到王者之泪，罗德决定不再隐藏实力。罗德瞬间拉近距离，一记重拳正面轰向卡亚。面对这完全无法抵挡的恐怖威压，卡亚甚至来不及做出反应，强烈的冲击瞬间炸裂，卡亚被重重轰飞出去，重重砸在地板上，当场昏迷。看到这一幕，全场学员彻底傻眼，大家完全不敢相信，那个一直被当作废柴的罗德，竟然正面击败了卡亚。看台上的玛格丽特面色凝重，确认罗德之前的表现绝非偶然。看到卡亚被打倒，台下的学员们纷纷围了上来，指责罗德下手太重，是在故意羞辱人，甚至借机嘲讽他被家族抛弃，叫嚣着要罗德立刻向卡亚道歉。看着这群叫嚣的蠢货，罗德心里毫不在意，要是换做前世，自己早叫亡灵军团把他们全碾碎了。就在这时，埃莉诺突然站了出来，怒斥众人凭什么对罗德指手画脚。埃莉诺大声质问大家，要是卡亚刚才的杀招打在别人身上，后果会有多严重？自己实力不行，就别在这丢人现眼。学员们全被说得哑口无言，完全搞不懂埃莉诺为什么要维护罗德。埃莉诺没有理会众人的反应，直接一把拉起罗德的手，劝他别在无聊的人身上浪费时间。身后受辱的卡亚紧握拳头，咬牙切齿地记下了罗德的名字。看台上的玛格丽特注视着两人离开，罗德展现出的实力远超他的预期，他默默盘算，准备将罗德介绍给那位老教授。两人来到走廊，罗德担心埃莉诺维护自己会得罪对方背后的势力，埃莉诺却完全不在乎，坦言自己早就看那帮家伙不顺眼，并明确表示辉刃家族如今会站在罗德这边，家族愿意为了罗德与对方切断联系。多亏罗德治好了祖父，如今辉刃家族底气十足，根本不怕对方挑衅。罗德顺势拿出蕴含暗魔力的晶石，托埃莉诺帮忙调查幕后的暗黑势力。埃莉诺爽快答应下来，表示整个家族随时听凭差遣。另一边，受重伤的卡亚正向哥哥求助，他满腔怨恨地告状，说罗德不仅当众羞辱了自己，还跟埃莉诺走得极近。卡亚叫嚣着家族绝不能忍受这种屈辱，要求哥哥替自己出头。面对弟弟的诉苦，卡亚哥哥的眼神沉了下去，表示自己已经了解了情况。正巧一位叫雷尼的人近期会路过学院附近，他打算顺便让对方过去一趟，只要雷尼亲自出手，罗德绝对不可能活着离开。另一边，玛格丽特见到了罗德，称赞他在今天战斗中的惊艳表现，更加确信击败复活古代骑士的人就是罗德。罗德表示自己只是为了王者之泪。玛格丽特透露，东西就在学院的一位老教授手中，随后便带罗德前去拜访。不过玛格丽特也提前提醒，这位老教授的脾气可不太好。玛格丽特带着罗德来到了学院的魔法研究所，此时古斯塔夫教授正在专注地做实验。玛格丽特刚开口介绍，就被古斯塔夫直接打断，让两人别在这时候打扰他。玛格丽特向罗德坦言，王者之泪
就在古斯塔夫手上，但教授脾气怪异，能否拿到只能靠罗德自己。罗德谢过玛格丽特，随即注意到实验台上躺着一只死猫，周围布满了绿色的魔法回路，显然古斯塔夫是在研究某种复活魔法。就在这时，古斯塔夫将药水倒在了死猫身上，剧烈的魔法能量瞬间冲天而起。突如其来的魔法爆炸让玛格丽特惊呼出声。古斯塔夫看着手中的古籍，百思不得其解，明明记载着生命能量能够稳定灵魂，实验却依然以失败告终。玛格丽特向罗德透露，教授最近正沉迷于高级灵魂魔法，可惜始终没能取得任何进展。罗德看在眼里，深知这个世界对灵魂的理解太肤浅，漫长历史中竟连一个死灵法师都没有。古斯塔夫怀疑是自己用量太少，索性将一大瓶药水全部倒在死猫身上，狂暴的能量瞬间彻底失控，直接将整栋实验楼炸开。看着眼前爆炸留下的残局，罗德一眼就看穿了问题所在。古斯塔夫想用生命能量去稳定死者灵魂，完全把方向搞反了。古斯塔夫此时百思不得其解，明明完全照着古籍记载操作，想不通究竟是哪里出了差错。罗德见状，直接劝他放弃使用生命药水。古斯塔夫认出罗德后，当即怒斥，说他连基础理论都没学过，也敢大放厥词，并直接下了逐客令。罗德却平静地指出残酷的事实，那个生命早已彻底死去，强行灌注生命能量只会变成毒药，无论是多少次都是徒劳。这话瞬间触怒了古斯塔夫，他举起珍贵的生命泉水质问罗德，怎敢把这稀世宝物说成是毒药？罗德平静地表示，必须先承认死亡的事实，要想理解灵魂，就要站在死者的角度思考。他建议教授王法阵里加入陈年木土，毕竟在这个世界上，没人比他更懂死亡。玛格丽特急忙喝止罗德，不要顶撞教授。古斯塔夫却把这番话听了进去，当即拿出陈年木土撒向法阵，随着木土融入，原本死寂的法阵瞬间亮起绿光，那只死猫竟缓缓漂浮到了半空。古斯塔夫见状狂喜，以为实验终于要取得突破，罗德却直接浇下一盆冷水。如果猫刚死不久，也许真能成功，可惜他的灵魂早就彻底消散了。罗德以亡灵君主之名，强行将消散的灵魂重新召回，不过这种状态最多只能维持7天。原本早已彻底死去的黑猫，竟然奇迹般的重新站了起来。看到眼前这违背常理的一幕，古斯塔夫和玛格丽特彻底看傻了眼。古斯塔夫激动的一把抓住罗德，追问他到底叫什么名字，又是从哪里学来的这种理论。玛格丽特顺势向教授介绍，眼前这位就是学员罗德。古斯塔夫激动的大赞罗德，这一举动直接颠覆了传统理论的核心，直呼他简直是个天才。一旁的玛格丽特震惊不已，没想到教授对罗德的评价会如此之高。面对古斯塔夫的连番追问，罗德只是平静地表示自己不过是对亡灵有着不同的理解。古斯塔夫这才想起，罗德这次是专门为了王者之泪而来，他当即拿出王者之泪，表示只要罗德答应一个条件，就能直接带走这件宝物。古斯塔夫主动提出要让罗德担任自己的助手，只要罗德点头答应，不仅能立刻拿到王者之泪，还能拥有独立私人实验室，甚至可以获取更稀有的魔法材料。得知能拿到更高级的材料，罗德心里喜出望外。一旁站着的玛格丽特大受震惊，质疑罗德只是刚入学的新生。古斯塔夫却当场严厉呵斥，直言他根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天才。罗德见状，顺水推舟答应下来。有了官方身份和独立实验室，后续的行动会方便得多。古斯塔夫也当场将实验室钥匙交给了罗德。古斯塔夫正式宣布罗德成为自己的首席助手。玛格丽特怎么也没想到，罗德转眼就成了和自己平起平坐的同事。2天后的水晶酒馆里，卡亚正独自喝着闷酒，侍者赶来汇报，说他等候多时的人已经到了。推门而入的正是杀手雷尼。卡亚见状，连忙起身热情迎接。雷尼不耐烦地打断了他，直言要不是看在卡亚哥哥的面子上，自己根本不会跑来这种偏远地方，叫卡亚少废话，直接说正事。卡亚虽然心里不满，还是老实奉上定金与目标资料，并承诺事成之后再付3000金币。可当雷尼看到资料上的目标居然只是个魔法学院的新生时，顿时觉得自己被对方戏耍了，表示杀这种货色只会脏了自己的手。卡亚见状，连忙补充解释，罗德已经搭上了辉刃家族，而且除掉他也是自己哥哥的意思。听到牵扯到辉刃家族，雷尼这才改变态度，当场接下了这桩买卖。雷尼提出要将尾款提高到5000金币，卡亚毫不犹豫的爽快答应，只要能彻底除掉罗德，同时要求雷尼必须处理干净，绝不能泄露隐次家族的身份。雷尼让卡亚尽管放心，就算任务失败也不会透露雇主，况且自己执行任务还从未失过手。想到罗德此前让自己丢尽颜面，卡亚发誓今晚就是罗德的忌日。夜幕降临，戴上面具的雷尼悄然潜伏在屋顶，按照卡亚给出的情报，等待罗德从这条街道经过。此时的罗德正独自走在空无一人的小巷里。罗德感叹被古斯塔夫缠着做实验，还没顾得上把王者之泪用在古官认作身上。这时他察觉到了异样，屋顶上潜伏着一名刺客，对方甚至连杀意都懒得收敛。感知到对方实力强过玛格丽特，罗德顺势拐进旁边的偏僻小巷，确定对方就是冲着自己来的。罗德猜测是否为魔物森林那伙人的报复，但他懒得细想，准备直接向对方问个明白。屋顶上的雷尼见状冷笑，以为这小子是慌不择路，给自己选好了坟墓。可当他迎上罗德回望的眼神，那份凌厉与从容，让雷尼感到被深深冒犯，瞬间被彻底激怒。
他当即发动暗影刺杀，从高空挥剑猛扑而下。巨大的轰鸣声瞬间在小巷之中炸响，雷尼势在必得的猛烈一击，竟然被罗德徒手接了下来。古关认作的威压随之在身后显现，罗德直接质问是谁派他来的。成名绝技被对方空手化解，雷尼震惊之余果断弃剑，抽身暴退，拉开距离。察觉到眼前的罗德非同寻常，雷尼当即潜入阴影，拔腿就逃。看着仓皇逃窜的刺客，罗德丝毫不慌，表示自己有的是办法，让他开口。雷尼还没逃出多远，一道蓝色能量瞬间封死退路，古关认作拔地而起，直接挡在了他的面前。还没等雷尼反应过来，古关认作瞬间出剑，将他死死压制。罗德走上前去，问他现在是否愿意开口。然而雷尼依旧嘴硬叫嚣，警告罗德，如果敢动他，背后的势力绝对不会放过罗德。见对方死到临头还不肯交代，罗德不再废话，示意古关认作继续动手。罗德伸手按住雷尼的头部，直接发动死灵术记忆回响，强行读取对方的记忆。罗德通过搜魂查看记忆画面，得知幕后主使正是卡亚，对方竟然派出阶大魔法师刺客来行刺，完全是在自寻死路。被死死控制的刺客惊恐大喊，威胁说布鲁斯大人绝不会放过罗德。罗德对此冷笑一声，表示用不了多久，整个影刺家族都会被抹除。至于眼前出阶大魔法师的灵魂，正好拿给仆人当大餐。古关认作应声显现，当场将刺客彻底吞噬。虽然解决了眼前的刺客，但考虑到卡亚背后的势力盘根错节，罗德决定暂时隐忍，等待最合适的时间再动手。此时的水晶酒馆里，卡亚正得意洋洋地喝着酒，以为刺客早已顺利得手，罗德已经从这世上彻底消失。兴奋不已的他当即决定，明天要以自己的名义举办庆功宴，邀请学院里所有的同学。到了第二天，埃莉诺看着手中的请柬，大感疑惑，想不通卡亚为什么突然举办宴会。埃莉诺见罗德走过来，连忙上前打起招呼，提到卡亚给所有人都发了请柬，但自己极其讨厌卡亚，压根不想去凑这个热闹。罗德听后却劝他按时出席，直言自己已经猜到卡亚的宴会动机。埃莉诺对此大感纳闷，卡亚甚至根本没给罗德发请柬，还以为对方是在为之前挨揍记仇，故意借此冷落罗德。罗德对此只是冷笑一声，在卡亚眼里，自己此刻早已是个死人。夜幕很快降临，宴会大厅里早已灯火通明。没拿请柬的罗德刚走到门口，就被门口的保镖拦了下来。好在埃莉诺及时赶到，递上请柬后，顺便将罗德作为同伴带了进去。保镖确认了埃莉诺的身份后，态度瞬间大变，客客气气放两人进入大厅。顺利入场之后，埃莉诺连忙向罗德表达歉意。此时大厅内的卡亚正坐立不安，刺客雷尼去了一整夜，至今未归，手下甚至开始怀疑暗杀行动恐怕已经失败。卡亚当场怒斥手下，直言雷尼可是明镇帝国的顶级刺客，绝不可能任务失败。随即便命令手下准备好尾款。在他看来，只要除掉罗德这个眼中钉，就再也没人能阻挡他追求埃莉诺。届时整个辉刃家族都将落入掌心。此时宴会厅里宾客云集，大家都在猜测卡亚办宴会的动机。卡亚在人群中瞥见了埃莉诺，立刻端着酒杯上前相邀。然而埃莉诺完全没给他面子，当场冷冷拒绝了他的邀请。卡亚刚想开口挽留埃莉诺，身后突然传来一道声音，主动提出要陪卡亚喝上一杯。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，卡亚猛然转过身，这才发现眼前端着酒杯的人竟然是罗德。认定罗德必死无疑的卡亚瞬间吓得连连后退，瘫倒在地，颤抖着质问罗德究竟是人是鬼。罗德端着酒杯一步步逼近，微笑着反问他觉得呢？卡亚难以置信眼前这一幕，脱口问起刺客雷尼的下落。罗德若有所思的反问，是不是昨晚半路伏击他的那个？说罢直接将一把匕首丢在卡亚面前。看到这把属于雷尼的武器，卡亚彻底明白雷尼为何一去不回，崩溃地质问罗德究竟做了什么。罗德没有回答，周身瞬间爆发出恐怖的死灵威压。听见刺客雷尼的名字，埃莉诺瞬间反应过来，对方正是号称恶狼的凶悍刺客，当即厉声质问卡亚与刺客的关系。瘫在地上的卡亚慌忙伸手辩解，极力声明这一切都是误会。埃莉诺冷笑着戳穿了他的谎言，指责他竟然低劣到雇刺客暗杀罗德。卡亚急得还想拉罗德下水，埃莉诺根本不想听他窝囊的借口，直接点破他举办宴会的真相，无非是以为刺客得手，急着开宴会庆祝罗德的死讯。埃莉诺居高临下的冷声警告，自己早已把此事告知了祖父。从这一刻开始，辉刃家族与影刺家族彻底断绝关系。面对气急败坏的卡亚，埃莉诺看都懒得再看一眼，直接带着罗德离开宴会大厅。全场宾客被这一幕彻底镇住，谁也没想到埃莉诺出自辉刃家族，甚至为了罗德不惜公开断交，连昔日相识的人也感到陌生。眼前的罗德早已判若两人。走出大厅后，埃莉诺痛骂卡亚的卑鄙，但也郑重提醒罗德，那名刺客级别极高，绝非卡亚一个人就能调动。幕后黑手显然是整个影刺家族，他们的目标不仅是除掉罗德，更是想借机打垮辉刃家族。罗德的出现只是碰巧打乱了部署。埃莉诺冷笑着揭穿对方的野心，不过是以为祖父身负重伤，就想趁火打劫蚕食家族产业。多亏罗德出手，祖父不仅伤愈，甚至实力大增。辉刃家族愿听凭差遣。罗德当即下达命令，要让影刺家族彻底消失。此时影刺家族大宅内，卡亚慌忙联系上哥哥布鲁斯，坦白刺客雷尼刺杀失败。罗德不仅毫发无损，辉刃家族更是单方面宣布断交。
哥哥对此难以置信，毕竟雷尼是他挑选的顶尖刺客，不可能轻易失手。走投无路的卡亚崩溃大叫，痛骂罗德毁了他的一切。哥哥听完事情经过，当即决定亲自赶回学院。在他看来，罗德这次绝不可能再活下来。2天后的学院实验室里，罗德感到有些纳闷。按理说，辉刃家族早已动手，卡亚却至今没有半点反应，完全不符合他嚣张的性格。这时，古斯塔夫教授走了过来，打断了罗德的思绪，叫上2人准备一下，立刻随他出发。古斯塔夫解释说，最近的研究有了重大突破，手头上的魔法材料已经耗尽，必须去一趟魔法集市补充物资。玛格丽特在一旁补充道，那是专门交易高阶法器与材料的场所，没有足够的实力或地位根本进不去。罗德正好能借着助手的身份跟着去见识一下。罗德心中暗自诧异，前世的他从没听说过北方竟然还有这样的地方。3人乘马车一路赶往目的地，来到了北方著名的商业重镇奈特城。这里汇聚了来自各地的游商，演变成了极其繁华的魔法集市。3人刚走进集市大楼，门口的接待人员立刻认出了古斯塔夫，非常热情地迎了上来。看到这架势，罗德明白古斯塔夫绝对是这里的常客。他顺便盘算起来，不知道这里能不能找到解除死亡之类封印所需的材料。这时集市的负责人亲自前来接洽，古斯塔夫懒得寒暄，让他直接带路去内场看高阶货物。负责人不敢怠慢，连忙将3人带进了内侧的贵宾室。古斯塔夫对眼前的常规货物毫无兴趣，直接让负责人寻找蕴含庞大生命能量的材料，以及带有死气与灵魂属性的古木土壤。一旁的罗德看着展示的珍品，觉得这个集市有些名不副实，根本没有能引得千万人厮杀的顶级神器。这时旁边突然传来一阵争吵，指责古斯塔夫抢走了他先看上的生命晶石。面对罗德的疑问，玛格丽特解释说，对方是来自卡罗尔研究所的巴尔教授，也是多年来一直和古斯塔夫教授抢材料的宿敌。罗德打量着2人抢夺的生命晶石，一眼就看穿了其中的猫腻。这根本不是什么蕴含生命能量的宝物，不过是精灵族拿来冒充的结晶风矿石。